大家好，我是陶三丰，单人单车冬季骑行穿越阿里。前段时间的连续上坡，后面的这一段路下坡就比较多一点。下午的5点多钟就到了中仓乡，到了一位藏族朋友的家中，也是在路上我们相识的，一起买了很多的蔬菜，还有肉丸。在这寒冷而又荒凉的阿里大冬天烤火吃火锅，别提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了。香啊，好吃！就在路上吃上火锅。在我骑行这6年时光里，亚洲国家是骑行了2个，非洲是骑行了2个，欧洲呢是骑行了13个，总行程已经记不清是走了8万公里还是10万公里了。我只记得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人，发生了一件又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故事。你已进入317国道阿里地区。好，身份证很喜欢你。中仓乡前往洞错乡是60公里，一路缓下，一路荒凉。天黑前，在乡头的铁皮房子安全度过了一晚。铁皮房子，往前走就是村子里呢。这里还算干净，也算暖和。还有人在这里烧火。他今天晚上就在这里。这个地方不错。本来是想把这几天的视频以每天的形式分开剪辑、分开发布出来的。剪辑完发现一天下来，大多数都是枯燥乏味的，高原、高海拔，整体的感觉都比较荒凉。最后考虑把一些没有意思的镜头都剪辑掉了，以最快的形式跟大家分享前往改泽的行程。第2天是在洞错乡买好了1天的补给，继续出发前往改泽。还有80公里左右，我计划呢分成了2天，从洞错乡出来骑行大约20公里左右的时候，会遇到一个村子。这个村子地图上是不显示的，叫做雀登村。这个村子目前很多的房子设施都完善的差不多了，旁边会看到一个错，未来应该会发展成景点。现在也有这个错的介绍。离开这个村子之后要看天气情况了，大多数都会遇上逆风。逆风骑行是特别消耗人的精神体力的。我走了大约15公里，我就开始决定寻找今天的露营地了。起风了，再骑一次，在距离改泽行程还有42公里这个明天1天就到了，已经是快6点钟了。然后在路边我是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桥洞，过来看一下。看了几个桥洞，这些都不是很满意，但是很适合桥洞做饭，这些很多朋友应该很喜欢看，喜欢的朋友可以亲自去体验哈。埋了8胎的我就不住了，继续往前走了10公里的样子。太阳落山前，路边远处我是发现了反光的玻璃房，旁边有4户牧民。走近考察，发现是一间水井玻璃房。这间水井玻璃房应该是近几年新收的，保温保暖又抗风，这种冬天底下的水管也不会被冻住，并且有太阳的时候白天里面的温度能达到20度以上，格外的暖和。像地面也都是水泥地，住这里总比刚才的桥洞要暖和干净太多了。地方是好地方，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跟本地的牧民要打声招呼嘛。看这个房子的前面都是太阳能充电板，外围呢也都是用一圈铁丝网围起来的，应该是防止牛羊的破坏。里面的水管都是拆掉的，我准备先把单车骑行过来，然后等人来之后再跟他们好好说一下。可是一直等到太阳下山，床也都弄好了，
温度也开始慢慢降下来了，还是一直看不到人啊。今晚就准备在这里先睡，借宿一晚，碰到人了再好好说，碰不到人呢也不破坏里面的东西。明天天亮之后再继续出发。好了，准备出发了。这是今天早上制造的垃圾，炒了一个菜，煮了个面条。幸亏有2根火柴呀，不然打不着火了，打火机都丢了。这个小房子现在的太阳，包括下午太阳落山之前，里面都是温度都是很高的，都有个10多度。现在继续出发，前往改泽县。没想到这4户房子一个人都没有啊，晚上都是黑灯瞎火的。冬天的牧区看到的房子几乎都是没有人的。还有很多朋友吧，一直都是在问我，为什么大冬天的走西藏这条路？之前19年的时候吧，也是到了山南那边。那个时候呢，有2个计划，一个就是出国去国外尼泊尔骑行，再一个吧就是往这边来，穿越江塘这边去新疆。去年19年的时候也是冬天嘛，他们就没有考虑说自己一个人这么走，就我们又一起去了国外骑行。这样子一走吧，国外就走了好多年，所以这条路吧一直都耽搁下来了。那这次呢，回国这半年吧，从9月份回来之后吧，10月、11月、12月这几个月，就想着走一下阿里。这也很多朋友吧，以为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冬天走这条路线，因为过了年之后我要继续出国了，可能这边阿里这边就来不了了嘛，所以也是一个遗憾嘛。过来走一下，走完这边国内西藏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差不多就是都走完了。走完了西藏这边就正式结束了，以后就是新疆那边还没走，新疆那边到时候再走一走。前方已经看到高楼大厦了，改泽县城终于到了。前段时间10天之前吧，买了很多的快递，都邮寄到了改泽县。现在去邮政啊、中通、申通这些找一找，把快递拿了，然后再去找地方睡觉。好多的一些修车呀，全都是汽修厂啊。这个邮政的话已经到了3天了，不拿就退回去了。这是改泽县的一条特别主要的道路啊，路两边呢很多的一些诊所呀、蔬菜店、水果店，什么店都有，药店也有，还是挺繁华的。这条街道啊，对面这边有一个中国邮政，这边的快递邮政就在这里面了，但是其他的快递还在另一个地方。圆通、中通、申通，他们都是一个快递点。这个就是中通啊、申通、圆通这样一个快递点。这薯片，好，拍一下啊。成功还有8个位置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那个杯子。这边的一些宾馆的价格都是50，不是100到150啊。有一些酒店的话，可能是200的、300、400都有了，就比较贵了。我这个就住宾馆就可以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陶三丰。今天已经是11月25号了，又是7天的时间，1个星期没给大家更新视频。给大家说一下原因啊，这个真的是特殊情况。我已经在改泽这边待了有5天的时间了，今天是第5天，刚到改泽的第1天。去外面吃了个粉啊，回来之后呢，洗了个澡，这个水吧可能不是特别热，很凉，哆哆嗦嗦的吧就睡觉了。但是到了半夜之后吧，我整个人就不行了，开始发高烧，烧的整个人像个火炉一样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看着灯，都是天旋地转。当天吃的那个砂锅粉全部都吐了，又吐又泻又拉，整个人像瘫了一样，就躺在床上一躺了1天半2天，下个楼梯走个几十米，旁边就是药店，整个那汗珠后背那汗，腿上全身盗汗，就走了那几十米吧，就全身盗汗，拿的那些感冒药、呕吐药、发烧药，
治咳嗽的、治鼻炎的，全部拿了一个遍，吃了一个遍。这2天就成药罐子了，吃了有4、5天了，这个药终于缓过这个劲儿来了。这2天烧也退了，也不发烧了，也不呕吐了，慢慢陆陆续续吧，能喝一些粥，吃一些鸡蛋汤什么的了，所以慢慢都在好转了。真是没想到呀，从10月中旬吧，到现在的11月中旬，1个月的时间，我从拉萨布达拉宫骑到了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则，2000不到的来公里，病了2场。上一场是在当雄嘛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在当雄，当时是2阳嘛，整个腰像断了一样，也是难受，骑不了车，休息了有5、6天吧。说实话是完全没有养好的，继续又翻山，发高山5200，完了晚上又在那个警察的那个厅里面又睡了一宿。当天哆哆嗦嗦5200的海拔，又冷，完了可能又落下病根，一直拖着疲惫的行囊走啊走，翻山越岭，一直到了西藏的改则这边，卸下了疲惫的行囊，准备舒服一下休息一下，结果一下又来了，发烧感冒上吐下拉啊，整个人真是废掉了。所以这2天恢复的还不错，这也是为什么又是5、6天的时间没有更新视频。我这身体一恢复差不多，立马赶紧把视频剪了发送。所以今天就把后面这几天的就连成一个，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情况，也给大家看一看我在西藏这边有买的这些快递吧。这个桌子上的这些快递啊，一部分是之前在尼玛县城拿了一点点，大部分都是这2天拿的。这边这个辣酱，我之前炒菜经常做，平常下饭吃饼啥的也都是吃。这个吃没了，还剩下3罐，我又买了1箱，这1箱里面有个10来20个，这是1箱也够个吃上一段时间了。这是买的一个支架呀，固定无人机的，以后可以一边骑自行车一边飞飞机。真的是买的一个蓝牙音箱，之前那个蓝牙音箱呢放在了瑞典啊，一直没拿过来，重新买了一个，在路上可以听听歌、唱唱歌、跳跳舞。因为这2天在这边也是太冷了，这些娱乐环节都没有实施上。这边还买了一个新的手机支架，前2天拍摄的时候啊，风太大，是塑料的，它不结实，这买了一个钢的，这个能耐用一点。这个支架以后拍摄的话也能更稳定一点。这个是之前拿的啊，这是在尼玛县城拿的一个取火炉，还有一个小炉头。但是这个的话我准备邮回家，可能用不上了。这是这个水壶，在路上没有热水喝，买了一个750毫升的这个大水壶啊，这个够热水，保温效果也好。这是一个刷水壶的，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下，一些关注我好几年的应该都知道，这是我最早用的一个户外炉子，18年、19年的时候吧，当时走国内也是用的这个炉子。这是当时是要捡那个劈柴烧嘛，我嫌麻烦，后来就换了气炉，这个从此也没再用了。这次又买回来了，买了一个小的，像可乐瓶一样吧，这个可以烧火，火是很旺的。又买了一个充气枕头，这个枕头晚上睡觉的话会舒服一点。之前在欧洲的话也是用的一个品牌的。买了一个这个羊毛的一个套，脖子的，太冷了嘛。还买了一个手套，这个手套的话可以去触屏拉手机，防风防雪，效果也很好。羊毛的帽子，这样的话又不冻耳朵不冻脸了。这一下买了这些都整全了。这边就是我平常做饭的一些东西，这东西吧很多，一拿出来感觉真的太多了，平常装起来都不知道。这是一个锅，里面有炒勺、锅盖、筷子。这是一个锅，里面有那个烧水的柴米油盐气罐，炒一口炉的。这是这个气炉，这是一个小的气炉，这个我也准备邮回家。这是平常的一些柴米油盐。然后桌子下面呢是一双鞋子啊，这个鞋子是平常换洗的时候穿的。平常修车的打气筒啊，包括一些补胎贴呀、螺丝刀呀，都有啊，辐条啥的都是修车工具。这一盒，这边这不那个水袋嘛，这个水袋买了也是走无人区用的，可能用不上了，但是也带着吧，平常接点水啥的都 OK。这边手套、旧的那些脖套、内裤、毛巾、袜子，全部洗了一个遍。你看这些床上是我的睡袋，这个是一个羽绒垫、床、
帐篷、杆儿、防潮垫、洗漱用品啊，乱七八糟，还有换洗的衣服、背包这些。充电的，这是我的所有的充电设备，这都充了好几天了，都充满了，这个还没充满，还有一些在排队。这是我带的所有的东西，你看这些东西啊，一拿出来发现这么多，这是大包，这是4个驮包，平常装起来真的感觉不到有啥东西，一拿出来这老多。像这些全新的冬季装备啊，都是我10多天之前买的了。那个时候的想法还是要继续走西藏，从高原继续走嘛。但是这2天呢，可能的思想有点转变了。昨天是接到了欧洲那边的电话，也了解了一下我欧洲办理的居留卡的一个具体消息啊。现在呢，就是换到了一个城市，资料呢已经递交，马上就要递交另一份资料了。这个资料递交之后呢，就要等下了一个决议书。这个决议书一旦下来之后啊，波兰那边就要给我开邀请函，让我去过去拿那个居留卡。具体的时间呢，可能快的话是在1月底，慢的话是在2月底，就是1月到2月之间这个时间范围啊，就要去欧洲那边了。我这样一算的话，刚好是要过年那段时间嘛，就差不多过完年之后就要去欧洲了。去年走的时候是3月份离开的国门，去的非洲。今年可能3月份，明年可能3月份就要去欧洲了，去欧洲开始我们的欧洲骑行了。所以，如果要再从西藏这边走去新疆的话，可能1-2个月吧不够，差不多刚刚到了新疆你就得回家，然后自行车的话，可能行李可能又要重新去安排组织，所以吧，我就临时计划，可能要离开西藏去到内地去骑行了。这次去内地骑行呢，可能去南方换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去骑行，一边骑行呢，一边去休养自己的身体。我本来计划也是回国这半年嘛，走一走没走的路线，西藏这些地方慢慢恢复一下身体，慢慢走一走。结果这身体恢复的是1天不如1天了，病了就病了2场了。所以吧，我就准备换一个环境好的地方，这样呢就离开了西藏。因为西藏呢，山南那边、日喀则那边也都走过了，珠峰那边也走过了，阿里这边也有走过了，可以说西藏的南边、北边都走过了。接下来要走的话，要不最终的计划是走216，从改则到民丰的这条无人区860公里。但是现在的话不计划走了，因为大部分的粉丝朋友们都让我不要走，冬天不要走这条路线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条路线先暂时的放一放，等到以后有机会了再来走这条路线。刚开通的，本来今年过来就是为了走这条路线了，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条路线走不了了，朋友们。但是这些装备呢是没有白买的。3月份的欧洲还是比较冷的，到时候带着我们这些所有的装备，把身体养到最好、最巅峰的这个状态，直接杀到欧洲，开始我们的欧洲的大骑。这是我前段时间拿的药。什么小柴胡颗粒，这个就是治那个呕吐的，还有一些退烧的、感冒的、鼻炎的、浑身痛的，包括还有治骨头的啥的。这个氧气，这个氧气还是当时在当雄住宿的时候，那个吧台小姐姐说，前面高原拿个氧气送给我的，也没吸几口啊，现在也用不上了。有一些装备吧是要邮回家，有一些装备呢是要邮寄到南方。那我这次的一个骑行计划呢，可能要去到广西吧，直接把快递发到广西那边。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也发现了，我回国的这段时间吧，这个视频发送的可能2-3天一个，3-4天一个，没有那么及时了。因为本身吧，我回国之后就是想着随心所欲的骑一骑，随便的去拍一拍。关于西藏这边的这样一个行程呢，其实也不说有多精彩，也不说不精彩吧。把山川湖海、风景、湖泊、高原上面的错也看了不少了。反正西藏这边我是没啥遗憾了，所以这段路走的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满意的。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已经拉了，已经不好了。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，我最开始骑行的时候呢，是视频啊都是这种长视频，7-8分钟、10来分钟，点赞的都是10个，好的时候有100来个，照样也是骑了1年半2年的时间，也是在国外才好起来的。所以说在国外呢是吸引了大部分的一些粉丝朋友们，特别喜欢我走国外。但是没办法，你如果
一直赖在那边不走的话，你签证到期了，你算那边是黑户嘛？关于在国外骑行都是要有身份的，你不可能说去违法违规的去在那边待着，这样一旦被一些人去举报啊或怎么样的，中国这边一旦遣返，可能一辈子就出不了国，所以还是要以合法合规。主要是我是一个人，没有任何的公司，也没有任何的团队，所以一个人就要处理这些事情吧，是比较麻烦的。你要有资产证明，有公司证明、公司保障，各种的乱七八糟的一些合同什么的，我这些都是没有的，所以我没办法在那边走。如果我这些年一直在路上走，都是情怀在走，不想为我自己的旅行吧增加太多的商业化，感觉有点别扭吧。所以，但是不商业化又不行，你得让自己走下去嘛。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直播呀，也会去卖一点东西啊，日用品什么的，这样去维持自己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开销。关于为什么别人能在欧洲待，你不行，这就是原因。因为我始终都是一个人，没有任何的后援，也没有任何的团队，一个脑袋加个膀子就这么干，所以也是没办法，只能回国等这个消息。还有很多朋友说可以去其他的国家骑行，其他的国家吧，欧洲走了，之前东南亚一些，其实我不太想去那些国家，一旦走了这些国家，就感觉还是想走那些国家吧。关于是这样子的，那我后期的一个骑行路线呢，是要到广西嘛，广西的东兴那边，到东兴那边，因为那边是海岸线的一个终点，反骑的话也是一个起点嘛，219的终点。我想沿着海岸线，然后一直福建那边，然后浙江，然后一直到山东，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吧，刚好能到山东，刚好回家跟家人吧一起过一个好年。这样呢，明年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把家里的一些事情全部处理一下，包括我的驾照也要重新去补办一下，都已经过期了。然后还有一些 Visa 卡、Master 卡这些也需要去办理一下。之前走欧洲的话都是没有信用卡，用的都是法国朋友的一张卡嘛，所以这次准备把所有的信用卡全部办好，把家里面所有的一些事情也全部处理好，这样安安心心。这次一旦再去到欧洲骑行的话，可能需要2年到3年的时间，不会回国了。所以啊，接下来就是想着安安心心，开开心心、自由自在的把国内这几个月的骑行吧给结束之后，把身体养好。这边养身体真的是白费，我以为这边还挺简单的，结果高原这个地方确实让人吧燥的有一点，你看这1个月的时间燥的像个小老头一样，皮肤又差又粗糙，想养身体没法养，只能去一些南方气候比较好的地方，2个月的时间把身体边走边吃一些中药啊，调理一下。这些装备啊，有一部分是不需要的，也有一部分呢是要发到广西的。准备把一些用不上的东西吧，就发到山东老家。一些东西呢，就准备好、打包好之后呢，明天去发快递。怎么想的就怎么干。我觉得还是做自己，一些外在的声音吧，就让他们去说去吧。现在把行李整理整理，明天去发快递。顺便咨询一下这边改则到拉萨的班车，好像一天就只有1辆吧。后天差不多就要踏上我们新的行程了。我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你，默默诉说在心里。我在梦中醒来的清晨里，侧过脸偷偷地吻了你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互道别离，我会遥望在你背影里。
如果有一天，无论相隔千里，我愿乘着清风去。时序倒转，与你初时相遇，怦然心动，不明所以。如今书信飞来，已无归期，斑驳时光无从寻觅。